川普在遇刺之后出席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，在同一时间，他宣布了他的副手人选，名字叫做 J.D. Vance。我对他不太熟，以前只看过他写的书，叫做《绝望者之歌》，他的副标题是一个白人家族的悲剧与重生。那时看这本书，大概是想了解为什么川普可以赢得美国总统的大选，而这本书被称为理解川普为何胜选的6本书之一。书中的文笔相当流畅，故事也很精彩，我记得看得很过瘾，推荐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我这边简单说一下它的情节。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一个普通小人物的故事，透过一个一个温馨又感人的情节，来说明美国的工人阶级面临到的文化危机。虽然以前已经有很多报道在说明这个阶级过去40年来的困境，可是这次终于有一个来自内部的人讲出了他们的真实故事。J.D. Vance 用他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告诉我们那些一出生就好像已经被注定无法翻身的人，在社会、经济跟阶级的坠落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。J.D. Vance 的故事开始在2战之后，那时候美国的情况是非常好的。他那穷困的外祖父母为了摆脱贫困，从 Kentucky 的阿帕奇山区搬到了 Ohio。外祖父在汽车工厂当中找到了一份工作，让他们家成了中产阶级。他们的其中一个孙子，也就是 J.D. Vance， 甚至成了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，这是光宗耀祖的一件事，实现了世代向上流动的梦想。可是，除了主角本人有这样的经历之外，在这本书里面的其他配角，我们看到 J.D. Vance 的外祖父母、阿姨、舅舅、姐姐们，最重要的还有他的母亲，始终都无法适应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。他们无法逃离那些困扰着美国小城镇的问题，例如贫困、家暴、酗酒等等。J.D. Vance 毫不掩饰地揭露了他的家族故事，这些闹剧跟悲剧正是每一个美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噩梦。《绝望者之歌》是一个悲喜交织、真实感人的故事。从书中的人物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想要摆脱阶级的牢笼是多么的困难跟遥不可及。这本书也提醒我们，美国底层社会有多少彷徨、挫折跟愤怒，这跟我们想象中的美国高大上的白人精英是非常不同的。而这些也都是我们理解川普之所以当选不能忽视的背景。不过，今天我想要借由 J.D. Vance 来探讨另外一个问题。J.D. Vance 应该算是翻身成功了，他后来成为矽谷的创投家之一，身价已经是上亿美元，后来还成为参议员，现在是共和党的副总统人选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，肯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那么，这么聪明的人，他是如何配置自己的资产呢？我们可以来看这张图。这张图是 J.D. Vance 的资产分布图，其中有3块非常的大，每一块占比都是24% 左右，分别投资在 QQQ、DIA 还有 SPY 这3只 ETF。所谓的 QQQ 就是 Invesco QQQ Trust 的代号，它是一个专注投资在 NASDAQ 100的 ETF。这支 ETF 的投资目标就是要复制 NASDAQ 市值里面最大100家非金融公司的表现。它主要的投资标的就是 NASDAQ 公司里面的科技巨头跟创新的公司。这些公司通常来自于科技、消费电子、医疗保健还有工业等等的领域。主要的标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科技巨头，包含了 Apple、Microsoft、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， 还有 Amazon、Meta 以及特斯拉。而 DIA 是一档追踪美国道琼指数的大型股 ETF， 适合那些想要投资美国指数的长期投资者。道琼指数大家都很熟悉了，这边就不多做介绍了。它跟 QQQ 最大的不同是投资在各产业的龙头股里面，而不是只有科技股。第3个 SPY， 它是追踪标普500指数的代表。标普500指数是由美国500家大型公司的股票所组成的指数，这些公司代表了美国经济的主要行业跟部门，它被广泛的认为是衡量美国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的指标之一。简单的说 ，J.D. Vance 把7×2的资产都放在代表美国经济的 ETF 里面，而且稍微的偏重科技股。另外，它还有6% 的资金放在黄金 ETF 里面，6% 放在比特币的 ETF 里面，6% 放在20年的长期公债里面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它还有6% 的资金放在 Rumble 这间公司。Rumble 是一个视频分享的平台跟云服务的提供商，它可以算是 YouTube 的竞争对手之一。成立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环境，让用户能够分享跟表达各种观点。为什么他会投资 Rumble 这间公司呢？有2个主要原因。第一个， J.D. Vance 是一个保守派的投资者，而 Rumble 这间公司是一个想要挑战 YouTube 的保守派媒体平台。他投资 Rumble 反映了他对保守派媒体的支持。
第二个 Rumble 的另外一位重要投资人是科技亿万富豪 Peter Thiel， 他是 Vance 的重要支持者之一，两个人从商业合作一直扩展到了政治联盟。所以从 JD Vance 投资 Rumble 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基于政治立场、商业利益，还有对新兴技术的看好等等多方因素。我最主要是想带大家了解 JD Vance 的资产分布的状况。美国法律对于从政者的要求比较严格，所以这份资料相当具有参考性，应该不存在什么私底下的资产或是灰色产业等等。从他的资产分布状况，你也可以发现，他绝大多数的资产都是用 ETF 的方式来持有的。顺带一提，这些 ETF 的年度费用率都非常非常的低。QQQ 它的费用率是 0.2%，DIA 是 0.16%， 还算是相对高的。SPY 是 0.09%， 黄金 ETF 是 0.4%， 这是最高的。比特币的 ETF 费用率目前是 0%， 之后可能会收取 0.25%， 而长期公债 TLT 是 0.15%。所以他投资的标的都是费用率非常低的 ETF。他并没有去投资什么私募基金，以他的身价想要去投资应该不是什么问题，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。一来可能是这些私募基金的费用可能过高，更有可能是为了避嫌。你还可以发现，他对加密货币应该是持相对开放的态度，在资产配置里面有 6% 的比特币 ETF， 其实是非常高了。这可能跟他长期跟矽谷的大佬相处有很大的关系。也许你会说 ，JD Vance 应该只是一个特例吧？这些美国的政治精英一定会知道一些产业的内幕，怎么可能没有持有特定公司的股票呢？我们再看两个例子。我会注意到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资产配置其实是从希拉蕊开始的。希拉蕊在跟川普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，也曾经公开自己的资产配置。你知道他的资产都放在哪里吗？只有一档，就是标普500指数的 ETF。我们可以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，贺锦丽很可能是接下来美国民主党总统的候选人，他的资产也是放在指数型的 ETF 里面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这些政治人物会选择这些市值型的 ETF。最主要原因可能是避嫌，怕自己跟某些公司往来过于密切，会有贿赂或是私相授受的嫌疑。但是也有其他的可能。第一个，他们全心全意相信美国的经济发展，所以把自己的身家跟美国的经济都绑在了一起。第二个，把资产都放在指数型 ETF 里面，不必去烦恼应该要投资什么，让自己的精力可以全力集中在自己的事业上。长期下来，这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一件事情。其实这不是他们的独特发明，而是巴菲特的建议。巴菲特在某一年的致股东信就曾经提过，长期持有标普500指数基金将会为投资者带来良好的回报。这是因为标普500指数包含了美国500家最大的公司，这些公司在整体上代表了美国经济的健康与增长。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最好就是持有标普500指数基金，这样你就能够拥有美国企业的一部分。这些企业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赚取很多的钱。巴菲特是很多主动型投资者心目中的偶像。如果他们推崇的老大都是这样建议，而且也的确很多人都照着做，甚至是美国的总统、副总统候选人都是这么做的话，我们身为平凡人，其实也可以一起试试看，长期投资在传统的市值型 ETF 里面，长期下来可能会获得相当好的报酬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